Welcome to Every Little Thing Chinese. This is a Chinese learning podcast. In each episode, I'll discuss a topic in Chinese. If you're a beginner, you can listen along with my translation script and pinyin. If you're already at an HSK 3 level or even higher, I suggest you listen to the content first, and then check the script. That would be ideal.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 You are E people or I people. This is actually the hottest topic in China right now. If you meet a new friend, you will definitely mention these E people and I people within the first 3 sentences of your conversation. These E and I, the English letters, they are actually the MBTI, the 16 personalities. For some reason, it suddenly started to be very popular currently in China. Because the 16 personalities either start by E or I, extroversion, introversion. So in Chinese, people will short this question to 你是 E 人 you are E people, or I 人你是 E 人还是 I 人 Okay,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你是 E 人还是 I 人16型人格 MBTI 现在是在中国非常火的一个话题。我们可能甚至在新人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除了名字，可能第二个需要介绍的就是你的 MBTI。我自己在大概10几年前入职一个新的公司的时候，在其中一轮面试的时候 HR 就给我做过这个测试，但在当时面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结果是不会公开给面试者的，所以我自己是不知道那个结果的。但是在 MBA 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做了这个 MBTI 的测试，我的结果是 ENTJ， 所以我是 E 人，但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应该是 INTJ，我应该是 I 人比较多一点，因为我从小到大也没有认为过自己是一个外向的人，所以也许在外向或内向这一点上，这个测试是对我来说是不太准的。你们觉得你们的结果是准确的吗？你们有做过这个测试吗？我们来聊一下这个16型人格里面的16型都有哪些？它其实是4个维度、8个类型的组合。那这4个维度呢，我刚才已经提到过一个了，就是内向和外向 introversion and extroversion。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感觉与直觉 sensing and intuition。那我是 N， 也就是 intuition 这一个选项。所以更注重直觉，更注重潜在的含义以及关系。另外一个维度呢是 thinking 思考以及情感 feeling。那在这个维度上呢，我是 T， 也就是思考 thinking。这个思考和情感就是在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会更依赖你的情感呢，根据你的感受，根据你的个人的价值观、关系来做出决策，还是根据理性的、客观的分析，关注事实的本质来做出决定？那这一点呢，我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所以我是一个 T， 我是一个思考型的人。最后一个维度就是判断 judging 和感知，这个我是 judging 判断，也就是倾向于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结构化的一个生活方式，或者是做决策的方式。所以整体来说呢，我是一个，根据这个测试来说，我是一个外向且相对比较冷静和理性的一个人。但我自己的理解是，除了那个外向，我可能别的
都是比较准确的。那这个 MBTI 16人格的测试，它也会给每一个人格会有一个分析。比如说我的这个，它会告诉我是一个判断力很强、有领导才能、擅长战略性思考和规划这样的一些描述。那这些描述呢，又让我觉得可能跟我又不太统一了。我不觉得我有领导才能，或者是我个人并不希望自己是一个领导者。我觉得作为领导者可能会是一个非常累的事情，也会承担非常多的责任和压力。而我本人是一个比较 chill、比较希望躺平和放松的一个性格，所以这一点来说，跟我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接近。那我刚才有提到，我曾经第一次做这个测试的时候，是在一次面试当中。其实整体这个16型人格，它确实会被非常频繁的用在一些公司的面试。为什么呢？因为既然大家会有不同的人格、不同的性格，如果你选择一些比较容易能相处得来的那些性格的人组成一个 team， 那是不是他的工作效率就会更加的高呢？而作为一个领导，如果你选择一些和你性格上一部分比较吻合的、行事风格比较吻合的人在一起工作，那这个是不是也会更加的合得来一点？同样的，有一些工作它可能更加需要感性的思维一些，那有一些工作更加需要非常理性的人，比如说从事一些金融、数据分析这样的岗位，如果你特别感性，可能是不是就不那么适合这份工作呢？我当时之所以会被做这种测试的原因呢，是我面试的岗位是市场营销和销售这样的岗位。那这种岗位一定是对内向和外向有一定要求的。大部分人会认为外向的人更加适合做销售或者是市场营销。当然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本身的这个工作性质就是需要和人大量的沟通。如果很害羞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的适合这份工作。那你是什么样的人格呢？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测试呢？你觉得你做的测试结果准不准呢？请你和我分享。而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要讨论的话题和今天的话题有一点点相近。我们会讨论给人打标签这个话题，也就是 labeling people 或者是 putting labels on people。 那它就是在给人下一个定义，所以给人打标签，这就是我们下一期要讨论的话题啦。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拜拜。